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那很久也没跟大家见面了啊。那在经过了将近1个月的爆肝以后呢，我们终于将 ComfyUI 的系列入门教程推进到了这最后一期的总结篇。那么到了现在这一步以后呢，通过我们掌握的知识，我相信已经能还原曾经在 WebUI 里面所有的一系列的操作了啊。但是这也仅仅只是 ComfyUI 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当我们真正脱离了这个新手阶段以后，我们将面临着什么，或者是我们将如何的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和理解。OK， 那么话不多说，这就到电脑端来看一下吧。好的，来到电脑端以后，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啊。前不久呢，秋叶刚刚发布了 ComfyUI 的集成版，也就是它的这个秋叶版。那这个我觉得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国内用户啊，所以之后我们再安装一些插件什么的，就不需要配置网络了啊，就很方便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来运行一下启动器啊。像当初之前跟大家分享 SD 的时候，也是我等到了秋叶大佬开发了这个 SD 的启动器以后才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配置比较方便，一键配置，什么都不需要管。打开这个启动器以后呢，下方这个高级选项这里，首先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卡进行一个优化，比如说比较慢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设置为我们显卡适应的一个显存。那么这是简单的一些设置，和之前 SD 一样啊，大家可以效仿的来进行设置。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下面的高级设置啊，左下角这个设置这个选项这个地方，在下方有一些代理的设置啊，比如说你要想直接通过 Hugging Face 去下的一些东西的话，是需要设置一个网络的代理。如果没有网络配置，那就方便了，直接把什么国内 Pipe 镜像、Git 镜像以及 Hugging Face 的镜像全部打开之后下载的话，就不需要配置网络了，解决了我们之前使用 ComfyUI 的一个痛点。那么值得一说的是一些插件的梳理和安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版本这个地方啊，这里可以列出我们现在的内核，随时在这个地方更新我们现在 ComfyUI 的版本。那么第二个就是拓展，上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安装了哪些拓展，同时呢我们可以一键更新一下，对吧？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更新。 OK， 那么这里很快它就帮我们完成了所有插件的更新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安装一些拓展。从这个界面我们就不需要打开 ComfyUI 在那个 Manager 里搜索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搜索 EFF， 那么是一个效率节点等等的，我们就可以找到，或者是 IPA， 对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想要安装的一些插件，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方便了很多。之后我们只需要点击一键启动，它就可以迅速的启动我们的 ComfyUI 了。OK，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新发布的这个秋叶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新手朋友们去使用这个版本啊，不需要设置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报错的几率也比较低。其次呢，我也把这个一个完整的安装包呢上传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文件列表里了，不管是百度网盘还是这个夸克网盘啊，都是上传到之前的第一课安装与配置里面啊，都是有这个秋叶的集成版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啊，秋叶大佬真的也是很无私的啊。 OK， 那么这就是最近实时的更新一个小资讯。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要内容。那对于这个算是我们入门完结篇啊，最后一章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2个概念，那么就是一个打包的概念，不管是节点也好还是这个管道也好。这里我们首先来说节点啊，什么是打包节点呢？其实就是节点的集成化。那么对于 ComfyUI 的学习者，我相信经常看一些视频会看到很多集成节点，大家也会说很多集成节点的插件。那这方面呢，其实对于学习阶段的我们来说，它是有很多障碍的，因为目前的这个集成节点的插件有很多，每个人用的都不一样，会干扰我们新手的视线。对于新人理解原理来说，还是要拆开来讲的。但是呢，对于集成节点来说，它很省事儿，可能2-3个节点就完成了我们之前搭建的整个工作流。那么到了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组件拼接到一起了。对于集成来说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集成；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现成的别人的集成节点的插件来直接调用。那这里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插件啊，其实这类插件呢有很多，各个开发者呢都按自己的习惯去集成了一些这个不同的节点，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方式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使用习惯。那么欧阳只拿2个比较主流的或者是使用者比较多的集成节点的插件包吧，算是跟大家举例，直接来到项目网站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国人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Efficiency Nodes， 我们也称之为 EFF 效率节点。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整合了很多的节点打包成一个总节点，比如说这边是 Efficiency
faces load， 这边是 Ksampler 的 faces， 这就是集成类节点，理解很简单。但这个效率节点呢，在发展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坎坷啊。首先说这个网页呢是它原始 GitHub 作者的网页，下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是停止了开发了。那但是呢，后续呢又有其他的作者继续加入，又完善了一个分支。可以看到这边停止了是3个月前、9个月前啊。那这边呢是这个 EFF 效率节点的一个分支，目前呢其他的作者顶上来继续来进行它的维护和开发。所以现在有了这个分支以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集成节点，有很多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普通的 Ksampler 的渲染流程、SXL 的 Refiner 的渲染流程，又或者是 XY 图等等这些集成节点，集成了好多功能之后，我们来搭建一下，很简单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我看国人用的不是很多，但是老外用的比较多啊，这个 Tiny 的一个节点，那它不仅仅是一个节点组，它还是一个 PIP 组。所谓 PIP 就是我们的管道组，它有一些管道打包和解组的一些插件。这里我们仔细对比一下，这边出图我们可以看到走了一根线，叫什么呢？ SDXL 的 PIP， 这个 PIP 就是一个管道，也就是把下面所有的管道信息拧成一股绳了。这个管道整合大家可以理解为就像这个电线一样，像我们之前这个单路传输，比如说单路的 model AVE 又或者是 latent， 这都是单路，对吧？那当这些相关的电线我们是需要捋成一根绳的时候，它就涉及到一个管道打包，就好比我们之前这个电话里面包含了光纤，又包含了什么这个电视啊等等的这些线路，它都拧成一股绳了。出来以后我们再解包，每一组电线进入每一个输入口。那么这就是一个 PIP 的概念啊。任何一个节点操作到了高级，我们都会涉及到参数集成，也就是我们的节点集成，以及这个 PIP 打包，就是管道打包了。那么说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就基本有一个概念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试一下，这两个插件我都安装了。比如说这边我们右键新建节点，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Tiny 的分组，一个效率节点的分组，这两个其实都有集成节点，我们就来连接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来个加载器，现在是效率节点，可以看到它有普通的加载器和这个 SDXL 的加载器。我们比如说走 SDXL 流程，然后右键呢我们再新建一个采样器，那这边又分3个，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我们 SDXL 就对应 SDXL 的采样器，我们直接把这个元组，这边这个元组其实就是管道啊，就是 PIP 的管道，我们尽量把它统一理解啊，因为翻译问题呢，每个插件它可能都有出入，但是对于节点系统来说，我们还是要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统一叫它管道，这个管道包含了这边所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加载模型，对吧？那我们来个 Tempo 的之前所说的这个 Dream Shipper， 还有这个 Clip 跳过以及优化模型，就是 Refiner。第二次我们要加什么模型啊？还有 VAE， 我们可以使用模型自带的，也就是基础 VAE。在下面就正负向提示词，对不对？这些所涉及到的管道呢，都会包含在这个 SDXL 的 PIP 里。那想想有什么呢？其中可能有 Mode， 可能有 Clip， 或者是这个 VAE， 对吧？等等这些都会包含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把它输入过去。那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个 Latent 的输出，所以说通过输入和输出的接口，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节点里还集成了一个空的 Latent， 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过去。那么这边这个 VAE 自然是从模型里面出来的 VAE 了，对吧？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过去。OK， 那么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连接，我们就完成了这么一个设置了。然后这边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理所应当的把它提升为变量，找一下，因为这个现在有点多。然后怎么办呢？理所应当的我们加一个 style， 这里我们直接搜索 SDXL， 可以看到就是 stellar， 对吧？来一个风格化提词，然后负面呢给过去，这边呢我们就来个 one go， 风格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动漫风格。OK， 这样的话是不是3个节点就搞定了？那下面可以看到 latent 的宽高，这就是把潜在空间集成进来的。那么下面的权重方式就是我们这个提词的权重方式，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权重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个 A1111， 这个权重方式就是 SD 的权重方式了。很多朋友说这个 ConfigUI 到底能不能还原 SD 的效果？这就是当中影响 ConfigUI 和 SD 最终出图差异化的一方面，提词的权重。如果这里我们给到 A1111， 所有的提词权重就是按曾经我们在 SD 里的那个权重来算的，也就是说这边的提词是之前 SD 拷贝过来的提词，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样一个权重分配。那接下来我们看采样器，没什么，比如说随机生成总的这个和 SD 是一样了。那下面的步数 CFG 我们还是 1.2 吧。开始降噪和开始优化这里相信大家也知道了，那就是我们如果添加了这个 Refiner 模型，我们就需要在这添加一个步数，如果没有 Refiner 模型就保持默认-1。那下面的预览方法就下面这个预览图啊，我们可以让它自动或者是关闭。那最后呢
可以看到有个 VAE 解码是否要带，如果我们带的话，就相当于集成模块里就把 VAE 解码的节点，我们之前那个节点包含进来了。如果不解码呢，我们还需要单独从 VAE 这里出来一个解码的模块啊，就是这么简单。OK， 我们点击让它解码，解了码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单独解码，直接从图像这里走就行，对吧？我们来一个预览图像就 OK 了。现在呢，放大一下，直接来生成。OK， 那么是不是很方便？这样就是一个集成节点几块，我们就生成了这样一个图像了。这就是关于这个 EFF 的效率节点。那么这些效率节点其实道理都大差不差啊，只不过它包含的功能有多有少。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Tiny 啊，就我说的这个老外用的比较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 PIP 这里呢，它有采样器和加载器，也是一样。我们来个 SD 的加载器，这边可以看到它多很多，是不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采样器，对 XL 的采样器，这边呢，我们直接把这个这么连进来吧啊，一样可以看到正负提示词它也包含了。我们直接把它提升为变量，之后我们直接把这边输入过来就完事儿了。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多了什么呢？啊，可以看到它的输出节点这个管道就很多了，对不对？这里包含了模型，我们一样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个模型，然后 VAE。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多放了几个 LoRa 的选项。如果我们想加载 LoRa，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加载我们想要的一个 LoRa。那么下面呢，自然就是 LoRa 的强度 ，LoRa 1和1的强度，2和2的强度啊，给了我们2个 LoRa 的选择。同样下面也有提示权重分配方式啊，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 latent 的宽高比、P4 大小、随机种子。那这个节点就整合了 LoRa 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看的要比第一个 EFF 多一些。再之后我们来看这个采样器啊，其实也是大差不差。首先第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个放大方法，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能不能想到它集成了哪个功能呢？其实它把什么呢？它把那个系数放大放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一步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二次放大。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生成512的之后呢，我们这边直接 latent 系数放大，选择一个放大方式。我记得 latent 系数放大它默认是双线性，好像我们可以单独来调一下啊。比如说 latent 我们来个系数放大啊，这里可以看到近邻精确啊是第一个，那我们可以选第一个近邻精确，那这是一个系数放大，对吧？那么这就是浅空间进行一个放大，它把这个一步融合进来了。那之后它还给了我们一个裁剪方法，那下面就是正常的一些采样参数了啊。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图像输出，在这里呢，它其实还集成了一些节点的选择，对不对？我们可以不显示图像，也可以预览图像，也可以保存图像。这个地方呢，它就把我们的节点进行了一个选择啊，相当于输出出来我们到底是预览还是保存。这里我们选择预览，然后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就更简单了，它都不需要 VAE， 我们直接用这个 SDXL PIP。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发现又有问题了，它叫节点数，上面呢叫这个什么元组，其实这个地方类型是一样的，都是属于管道组，管道组对应管道组给它输入过来。这边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输入 VAE 啊，因为这个管道组就是 Tiny 的这个管道组包含的参数比较多，我们只需要给过来一个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管道概念呢，是我们精简整个流程、提高可读性的最有效的方式。那么之后这也是我们必备要了解和使用的一个方法和手段。现在我们直接来生成 OK，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生成一张图，并且在下方进行预览。所以在我们了解了基础内容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集成节点它都集成了哪些节点。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手入门阶段欧阳没有去讲这个的原因。虽然它用起来很高效，但是对于学习者而言啊，这个东西的底层逻辑我们要了解了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当我们了解了底层逻辑以后，我们就知道如何拆分它所有集成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想单独修改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单独提升为变量来引入一个节点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基础了解，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解出这些集成节点到底集成了哪些功能的啊。比如说这边这个 PIP 出来以后，我可能加载了 LoRa， 改变了这个 Clip， 但是我想在 Clip 里面再做一下手脚，比如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 Clip 编码，那我们想要一个视觉编码传进来，又或者是 CtrlNet 传进来，那这个地方管道都已经打包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涉及到管道的解码或者是管道的拆包，把它再拆解开，拿出来我们想要的电路，接上我们想要的电板，然后再接回去，这就涉及到一个解包和封包的两个操作了。那这里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解包怎么做。首先在这个 turn 的节点里，我们是不需要解包的，这边输入的端口全是给我们开放的，我们直接把 clip，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视觉编码条件，找到这个视觉编码，那这边呢，我们视觉编码输出来一个 on clip， 对吧？这个 Tiny 的节点我们是不需要改动的，直接把这个条件给它输入进来就可以，简单的一个中间插入。那对于上面的这个 EFF 节点呢，我们先把下面的给停掉，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解包的。那这一步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管道的解包。其实每一个这个 PIP 啊，就是但凡涉及到管道封装操作的，它都有一个解包的一个节点。在这里我们拖出来这个 PIP， 你会看到有一个 PIP 解包啊，就是它所谓的元组解包。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啊，这边它输出就有很多接口。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先挪开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插入到这一个管道里面来。这里为了方便看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线给它改成曲线吧。我们点击设置，下边这个地方有个连线渲染模式啊，直线看不清，我们就选择曲线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呢有个解包，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封装啊。封装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在效率节点有一个杂项啊，杂项里面呢有个打包，有个解包，这两个就相当于相互的对接。接下来我们把这边的封装了以后的这个节点给它传过来，那这边我们要输入就是直接把这个 clip 输出到这个基础的正面，然后其他呢我们再连过来，挨个呢一个对接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解包以后再进行修改。然后呢我们输入这边怎么办啊？输入这边我们自然是输入到上面我们这个条件拼接这里面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拆包，然后再把这个信息给它打包打进去，最后呢把这个管道直接给它传到 Ksampler 这边来。这就是一个基础的管道概念，我们如何修改这个管道啊，如何调整这个管道。所以说通过节点的功能集成，我们可以简化我们的整个操作，提升我们的效率。通过线路的打包呢，也就是我们PIP管道的打包呢，能够极大的优化我们整个工程的可读性，这是在节点系统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包括 UE 里面也有高级的节点路由，那么这个路由呢可能和这个 PIP 还不太一样，它比 PIP 要更高级一些。就是说这个节点，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点叫 PIP1， 那这个 PIP1 它已经自动存在一个变量里了，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再调用出来这个 PIP1 来读取 PIP1 里面的信息啊，这是一个路由的高级功能。目前我没有看到 ConfigUI 里实现这个功能的，但是我相信实现这个功能其实并不难啊，并不难，就看有没有开发者来做了啊。OK， 那么这就说完我们进阶要了解的一些基本概念了。最后呢，我们再稍微拓展一下，来说一下这个集成节点的自制。大家可以看到有些集成节点，比如说这个集成节点里面没有 LoRa， 对吧？但是我想融入一个 LoRa， 比如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模型我都必须挂载一个 LoRa， 又或者是我想专门创建一个 CLM 的加载组，那这个 CLM 它是不是必须要挂载一个 LoRa， 对吧？那就涉及到一个制定化的一个集成了。那么这个集成在我们的 ConfigUI 里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那这里我们简单的以这个图片裁剪，就是图生图的那一期节目里我们提到的这么一个流程，我们再来还原一遍啊。比如说我们要加载一个图像，然后在这个图像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裁剪，对吧？第一步裁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系数缩放；第二步裁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crop， 就是一个图像的裁剪。我们这里直接搜索Image Group， 对吧？那这两个节点最后形成了我们最终的一个图像啊。我们预览一下图像，那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裁剪效果了。让它裁剪一下，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512的了，对吧？脸部还是有点小，我们可以放大一点，1.2的放大系数。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OK。那么下巴出去了，还是1.1，再来渲染 ，OK。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图像裁剪流程。之后呢，我们把这1、2、3、4个节点集成为一个节点，让我们方便的裁剪图像。怎么做呢？第一步要先把它们都连好啊，每一步都连好这样一个路线以后，摁住 Ctrl 全选，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右键，在下方呢我们找到这个转换为节点组，我们点击一下，命个名，比如说 Load Image Group。现在我们可以看到4个节点就瞬间变成一个了，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很简单做了一个集成的节点。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换一下我们想要的图像，或者是 load 重新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在下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4个节点综合的参数了，对不对？第一个系数缩放算法，第二个呢是我们缩放的大小，下面呢我们要裁剪的宽高比，在下面呢 x 和 y 的偏移，对吧？我们直接来运行。那可以看到最下面我们还有个预览节点，对吧？是不是很方便很轻松？这就是我们如何在 ConfigUI 里制定自己的集成节点。所以说有时候呢，如果在不利用 PIP 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下载太多的这些集成节点，因为我们自己是可以自制的。当然如果我们会一些 Python 语言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在后台再写一些代码，让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选择性，比如说选择一些不同节点的功能，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难啊，不需要为了某些功能来安装无用的一堆的插件，因为现在插件特别多，有的时候会让你的程序特别的臃肿。不管是什么软件，我都不建议大家就是安装太多的插件，包括什么欧阳之前讲的 PRAE 到达芬奇，任何软件啊，一切从简啊，就是说你有一定的金刚钻，你没有这些插件，你都能做出来。没有金刚钻，你安再多的插件也没有用啊，对吧？那么之后呢，就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任务，如何实现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又想加载模型，又想加载一个 LoRa， 又把这个正负提示词以及 VAE 融合进来了。其实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在 ConfigUI 里自己就能完成。OK， 那我们最后一期 ConfigUI 的新人入门终极篇啊，就到这里了。对，最后呢，我们还说一下，当我们保存了这个自定义节点以后，怎么往出调出来呢？我们直接右键新建节点的时候，下面可以看到一个 Group Notes， 下面这个工作流里就能看到我们自定义的一些节点。那这些节点呢，都会存到我们 ConfigUI 的目录里面来。
OK， 那么这就是欧阳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OK， 那么这就是本期欧阳想跟大家总结的一些知识点吧，希望我们能帮助到我们未来在继续深入 ComfyUI 学习当中呢，更清晰自己的这个学习路径啊。那对于自学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么最后欧阳想说的就是，对于这个 ComfyUI 的系列教程呢，我也是打算一直做下去的，但是之后可能会穿插的来做了。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这个数据呢，它是不会撒谎的。在更新之前，我也是有预期的，一期比一期的播放量低，这是必然的。之前我不管做哪一个系列系统教程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的1-2年中，更多的这个 AI 呢，它会往2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泛用化，一个是制定化。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在未来会慢慢的扩大，也就是专业人士的需求呢会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设计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图像相关的，比如说摄影师等等的，都已经慢慢的在了解，或者是往这方面来看齐了。那么在未来，我相信它会对这方面的影响会持续的扩大，不得不让很多专业人士来去转型，从原先的传统生产变为这个有 AI 介入的辅助生产的流程，我们也俗称为未来的人机协作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说这也就是我觉得这个系列有必要把它沉淀下来吧，也有必要去做一套系统的课程。虽然不一定数据很好，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把它放下来放在这里，未来呢也许还能帮到很多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么这也是欧阳频道的一个初心，传递知识，帮助更多的想要了解的人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实际的场景我们会分享一些实际案例，比如说 AnimeDiff 的视频生成啊，我们一直没有讲到的面部抠像啊，还有这个 IP Adapter 的人像嵌入的移步训练啊，这些呢还是我们未来要拓展的各方面的优秀的内容。我们起步呢才刚刚从这儿开始。那么这就是欧阳在这个初级入门课中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小的想法了啊。那么如果觉得这一系列教程对大家真的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欧阳也觉得这个小小的付出有一些回报了啊。最后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